大家好，我是阿贝。绝地求生即将迎来一张8×8大小的新地图 Tigo。8×8意味着它海岛、沙漠同样大小。它将于6月底在测试服上线，7月7日在正式服上线。本期让我们梳理分析新地图。地图在被正式命名为 Tigo 之前呢，原先叫 Tiger， 意思为老虎。官方甚至发行过一个 MV， 表示 Tiger 即将到来。绝地求生的公司呢是韩国公司，韩国的国宝动物呢正是他们当地的老虎，因此我推测啊，该图有相当大的概率是韩国地图。结合官方放出来的图片呢，似乎也能看到建筑上有一些韩国文字哦。让我们看看官方放出来的地图总览，看起来十分像海岛地图啊。而职业选手 James 表示自己此前已经受邀亲身体验过该图，他表示感觉很像海岛，但有些地方的草很高，建筑的尺寸很完美，没有像沙漠那样的大建筑。动物园是新学校。这就是第2个版本的海岛。接着阿贝聊一下自己的看法。草高呢，对于伏地魔来说是好事啊。目前海岛的草太矮了，很难苟起来。至于建筑的尺寸很完美，可能是他站在职业选手的角度去考虑的。轮到我们普通玩家实际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看法。但不论怎么说，确实是可以把这样即将到来的新地图当成是不一样的海岛地图去看待的。除此之外，官方在视频的下方加上了标签：死亡不是终点。在之前提到的绝地求生地图更新计划里面呢，官方还表示有一张8×8的新地图有复活机制，并且除此之外还会加入很多闻所未闻的机制在里面。那听起来不仅仅像是第2个版本的海岛，更像是第2个版本的绝地求生啊！有复活机制那当然是好事啊，毕竟大家都不喜欢搜20分钟物资，1分钟暴毙，然后再观战10分钟队友，然后循环往复。目前市面上的吃鸡游戏呢，都有在想办法增加玩家的参与感，就连他们出的绝地求生2手游，也就是绝地求生未来之翼，保地能被敌人救起来并叛变到对方阵营，以及可以用绿色信号枪复活队友，就是增加玩家参与感的一种尝试吧。让我们继续分析官方预告。地图看起来很特殊啊，这一片区域肯定是海洋了，那么右边这个区域就是不可以到达的地方了，禁止进入区域啊，进去就警告啊、掉血之类的啊。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禁止进入区域内呢会有座孤岛呢？它是出生岛吗？目的是不让玩家返回出生岛？那不让玩家返回出生岛的好处是什么呀？而且不提好处吧，目前绝地求生端游呢，玩家的出生等待点啊其实是分散的，目的是不让太多的玩家聚集在一个小地方，减缓大家的设备负担，加快大家连进来的速度。所以新地图也不可能所有玩家聚集在一个出生岛等待啊，所以那里呢或许不是出生岛，那会是什么地方呢？出生的时候进不去，游戏参与的时候也进不去，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专门隔绝起来不让外人进入的呢？结合游戏的另一张海报，看起来像是一个监狱啊，这让我想起了另一款游戏的复活机制。阵亡的玩家可以和敌人在监狱单挑，赢了的人能够重返战场。那么新地图就有一种可能啊，是让成盒的玩家呢来这座岛上决斗，外人呢是绝对无法进来干涉他们的。当然了，复活机制有许许多多种，未必就是我猜测的这种。接着我们再分析一下新地图啊，新地图上下岛屿之间的间隔看起来蛮宽的哦，不像海岛地图2层上方的那个河水一样啊，咻的一下就过去了。按照黑色格子是1000米的为准呢，用测量工具得出我现在标注的地方呢是194米，近似于海岛的这个地方，军事基地上面这里。实际上游戏看呢，距离是这么远。而新地图天然被海水分割成上下2个部分啊，安全区就算刷在正中间，玩家也需要考虑阴阳圈的问题，就是之后的安全区呢会在水的上方还是水的下方，要不要过桥呢？如果猜错了，进圈可能会被别人堵着打；如果猜对了呢，进圈可能就堵着别人打。海报还有大量的空投同时降落，这是否也会是一个新玩法、新机制？顺便八卦一下，年底或者明年初呢，还会再上一张新的8×8大地图 Kiki。特点是具备多样性和探险主题，以期望给玩家带来紧张感的游戏体验。6月22日还会上线剧情，同时刺激世界观背景的期待游戏还在筹备制作当中，这就包括了我们此前提到的《绝地求生2手游》《绝地求生未来之翼》。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不知大家对于新的8×8可复活的大地图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谢谢。